袁家蒙冤，全族贬值流放南海荒岛。所有人都说那里食物匮乏，只能等死。好好的世家贵族落得这般下场，不出半年，你们全家都得葬身鱼腹。葬身鱼腹，放屁！老娘前世包海搞养殖的时候，你们这帮土鳖还在玩泥巴。这破岛上全是钱，想死都难。完了，这里寸草不生，根本活不下去。袁家从前何等风光，如今只能困死荒岛。巴掌大的扇贝，满地爬的梭子蟹，老天爷，这哪是流放，这是进货来了！这哪里是绝境，分明是老天爷送我的聚宝盆啊！刚穿成京城顶级贵女还没一天，我就体验到了什么叫从天堂到地狱。原身本是当朝太傅袁崇远的嫡长女，名袁锦，16岁，自幼与御史中丞之子萧景渊定亲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可惜我还没来得及享受这具身体带来的优越感，抄家的官兵就冲了进来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太傅袁崇远通敌叛国，罪不容诛，念其多年世上之功，免其死罪，全族贬黜流放南海荒岛，即刻起刑。冤枉！我们是被冤枉的！臣冤枉。丞相许文清政敌斗了10几年，居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翻盘，假证据买来的证人，趁着皇帝发飙，直接骗来圣旨。我是真没想到，这种死对头陷害中流的烂俗剧情也能让我赶上。让开，让开！
你来了，你快想想办法，我父亲是被冤枉的。跳个屁！原主这恋爱脑真是没救了，人都死绝了还在瞎激动，给我压下去！简儿，我今日来是和你说一件事。你我婚约从今日起作废。萧公子退婚了，这不废话吗？袁家都倒台了，谁还娶他们家闺女？昨日还是金枝玉叶，今日就被退婚，这落差！萧景渊，我袁家待你不薄，你从小在我家长大，读书科举哪一样袁家没处理？那是从前，现在你们袁家是叛臣贼子，我萧家世代清贵，不敢高攀。我看着他那张温润的脸，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人面兽心。签了吧，体面一些。写诗赏花送簪子，我呸！丞相给他扔了根骨头，他就跑来踩死老丈人换官服，算盘打得真响。可惜了，袁家大小姐可是京城出了名的才女，才女有什么用？现在连夫家都没了。萧公子也太绝情了，好歹是青梅竹马。写得酸了吧唧的，不就是一句话：你袁家倒了，我不陪你们玩了。好。小妹，你要是难过就哭出来，别憋着。不难过，大哥，你也上来吧。哭个屁！正好把这政治联姻的垃圾甩了。至于今天的账，老娘慢慢跟你们算。袁家大小姐这是气傻了。流放、南海、荒岛，原主记忆里的南海荒岛是朝廷流放重犯的地方，据说岛上寸草不生，去了就是等死。但对我而言却不一样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我在穿越前深耕了15年海洋养殖，他们怕的海风是我眼里的天然海水交换体系，他们说的荒岛就是我的聚宝盆，这片海就是我翻身的本钱。一解决温饱，二建干货加工，三找海商打通销路。等老娘赚够了钱，连许文清买伪证的底裤都给他扒出来。你我婚约从今日起作废。姓萧的，拿老娘当头门撞换官服是吧？你等着，早晚有一天，老娘让你跪在地上把头磕烂。锦儿，咽下去，活命！得罪了丞相，还以为自己是太傅府的千金呢。等到了南海那荒岛，有你们哭的时候。我咽下粗糙的干粮，在心里默默记下这笔账。这地方寸草不生，我们怎么活呀？让我们来等死啊！明天清晨大退潮，这海里的钱我都听见响了。父亲，大哥，今晚早点睡，明天天一亮，带上木桶和麻袋跟我去赶海。
捡点破鱼烂虾就能活命了，真是不自量力。锦丫头，你莫不是疯了？你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，还想着去海边捡贝壳？哼！我的天！别愣着，捡！这荒岛好像真能活下去。光吃这些腥臭的鱼虾有什么用？连个调料都没有，吃多了还不得反胃？吃不饱肚子，迟早还是死路一条。这是什么味道？竟如此鲜美！这是绝品的干鲍啊！姑娘，你这货怎么卖？500两，概不还价。500两，你抢钱啊！我全要了。大哥，拿去跟商船换粮食、布匹和药材。大小姐，以后我们一家全听你调遣。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，不要说这样见外的话。流放重犯，不，这都是最廉价的劳动力。今天老娘就在这荒岛上盘出我自己的地盘。想跟着我干，可以，但我远景这里不养闲人。凡入我麾下，必须登记造册，每天干满4个时辰，包2顿白米饭。超额完成任务的，月底发铜钱奖励。身强力壮的去赶海，手脚麻利的处理鱼虾，懂算术记账的管后勤。偷懒耍滑者，直接赶出去；私藏海货者，打断双腿。绝不敢有异议。四叔，去买几坛好酒备着。凡是来交易的商船，你请船老大喝酒，给我死死盯住京城的动静。大小姐放心，我一定把他们的话全道出来，特别是那个丞相许文清的动向。荒岛上升起了炊烟，这里终于有了生活的气息。只要钱够多，就能砸开京城所有的门。许文清，你们欠袁家的，快到还的时候了。以后的货全按商行的规矩走，统一定价，统一出货，谁敢私下压价，立刻断绝交易。大小姐，京城传遍了咱们发财的事儿。还有那个退婚的萧景渊，他居然派人给您送了信。攀附许文清那老狐狸失败，天天在翰林院抄书吃土，
现在看老娘发财了，想回头，呸，真够不要脸。这种人不必理会，以后看到萧家的东西，立刻扔海里。是，大小姐。我全然不在意萧景渊的举动，我以为他不回心就会死心，但我低估了这人的无耻程度。他身后跟着4个随从，抬着2根红漆木箱。哪位是袁大小姐？我家萧大人特命小人送来补品，大人念及旧情，对您甚是挂念。萧景渊的奴才，我家大人可是朝廷命官，大人说了，只要您愿意交出商行的干股，他必定在京城替您打点关系。想不花1文钱，空手套白狼抢老娘的产业，做什么春秋大梦？替我打点关系，他自己连丞相府的门都进不去吧？拿什么替我打点？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们萧家现在就穷成这样了，拿这种垃圾来探我的底细，大哥，动手！给我滚回京城，告诉萧景耀那个废物，再敢来惹我，我让他连现在的官都做不成。但我心里清楚，萧景渊只是个探路的人，我现在的财富已经引起了京城的注意。果然，京城的动作比我预想的还要快。不到半个月，一封密信从京城800里加急送到了我手里。这是我花重金在京中安插的线人传来的。许文清这老狐狸，看我在荒岛把生意盘大了，怕老娘用钱砸开京城的门翻旧案，坐不住了是吧？许文清就派你们这群废物来找我的把柄。许文清想搞我，那我也没必要跟他客气。这3个月，我手下的商船遍布南北，只要有钱，就没有打听不到的消息。我拿出1万两白银，砸进了各大商旅渠道，利用庞大的商船人脉，反查当年帮许文清做伪证的线索。我的手下从他老家的地窖里挖出了一个铁箱子，里面装着当年的旧图纸，还有许文清伪造我父亲的笔记的草稿。我把多方线人收集来的旧部残信全部拼凑在桌面上，旧图纸顶替，笔记伪造，证人收买，所有的真相全部查清。我手里终于握住了可以诛杀许文清9族的铁证。深夜，我抱着木盒走到父亲的房间，把里面的铁证一件件摆在桌上。
这是当年兵部的城防图草稿。锦儿，你从哪里弄来的？爹，许文清的死期要到了，这些证据足够洗清我们袁家的冤屈。大小姐，那个姓萧的亲自来了。姓萧的脸皮是铁打的吗？管家被扔出去不够，非要亲自来找打。行，老娘今天就成全你。萧景渊居然还有脸亲自上岛，我带着护卫直接走到码头。锦儿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这段日子，我每天都在想你。想我？想我的钱吧？哼，这装深情的死样子，听得老娘隔夜饭都要吐了。萧大人，这里没有锦儿，只有袁氏商行的东家。锦儿，当初退婚是我不对，我是被逼无奈。许文清拿我全家老小的性命要挟我，我现在认错，我们重续婚约好不好？那是从前，现在你们袁家是叛臣贼子，我萧家世代清贵，不敢高攀。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！当年我袁家刚入狱，你第一件事就是跑去丞相府磕头表忠心。你我婚约从今日起作废。流放那天，你当着全京城百姓的面和我袁家退婚，你骂我们袁家是国贼，说沾上我们嫌脏。原来他就是那个背信弃义的渣男啊！哼，真不要脸！看人家发财了，又跑来求复合。袁锦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一个流放的罪臣之女，除了我，谁还会娶你？我手里攥着这片海域的命脉，我用钱都能砸死你！你这种废物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！大哥，动手！抓住他，带去海边，绝不能轻易放过他！大小姐出大事了，那是京城来的战舰，听说带队的是当今二皇子殿下。二皇子殿下，袁家要造反！这个毒妇私自造言，囤积财富，他还辱骂朝廷。微臣来劝阻，他竟然要杀人灭口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微臣是大理寺少卿萧景渊，微臣是许丞相的人。
民女袁锦，见过二殿下。姑不兜圈子，交出80%利润，姑保你袁家在这南海当土皇帝。殿下胃口真大，80%利润，你也不怕撑破了肚子？殿下要钱，无非是为了争夺太子之位，但光有钱没用，你现在最缺一个扳倒许文清的契机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这是许文清伪造的城防图草稿，帮他做伪证的兵部主事也在我手里。殿下，这笔买卖我们换个谈法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要回京亲自把许文清送上断头台。袁氏商行的干股，我给你30%，外加帮殿下除掉许党这个政敌，成交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狂妄的袁家嫡女！姑答应你，成交。大哥，把那个人证带上，带上所有的物证，我们今天就登船回京。殿下，你不能信他。许丞相在京城权倾朝野，您和他联手会惹祸上身的。来人，把这个废物的舌头拔了。袁锦，你以为攀上二皇子就能翻盘吗？许丞相早就知道了你在岛上的动作，圣上已经下旨了，钦差就在路上，要将你们袁家就地正法。圣旨到，罪臣袁崇远一家图谋不轨，即刻就地正法。你听到了吗？丞相大人早就料事如神，你今天死定了！你们袁家生生世世都是逆贼，等你死了，这商行全是我和丞相大人的。二殿下，奴婢奉皇上口谕，还请殿下不要插手相府办事。哼，袁锦，还不赶紧跪下受死！相爷说了，要留你全尸。狗屁的圣旨！许文清这老狐狸是急出尿来了吧？连伪造圣旨这种掉脑袋的烂活都敢接。放肆！你敢不跪？啊！大胆！你敢毁坏圣旨，这是诛九族的死罪！许文清的伪照也配拿出来显眼？你回去告诉许文清，
让他洗干净脖子等着。二殿下，我们立刻启程回京，我要让许文清知道真正的死期将至。姐儿，我们就这么回去，真的能赢吗？许文清在京城经营多年，手眼通天，我们手里的证据，万一被他毁了怎么办？我之所以敢回去，是因为我有可靠消息，二皇子在民间得人心，太子和丞相怕发生变故，最近一直给皇帝下毒。皇帝现在已经没多少日子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从哪儿得来的消息？袁氏商行的商船早就遍布大江南北，宫里负责采买药材的太监，早就是我的人了。他们买的那些药，全是加速透支身体的猛药。许文清，他竟然敢弑君！殿下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如果皇帝驾崩，太子名正言顺登基，到时候你和我们袁家都得死。传令下去，全速前进，日夜兼程，孤要赶在父皇驾崩前杀回京城。袁锦，你这个毒妇居然真敢来送死！你以为带着二皇子就能造反吗？京城12卫已经全部封锁，你们今天必死无疑！这废物死到临头了，还在那儿狗叫。袁崇远，你生了个好女儿啊！在荒岛上不安分，还敢勾结二皇子谋逆。老夫原本想留你们全尸，现在看来没必要了。许文清，你这个通敌叛国的奸臣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通敌叛国，老夫乃是当朝丞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那些边关将士的命算什么东西？老夫卖国求荣，那是为了掌握这朝堂的权柄。你们袁家这些死脑筋的武夫根本不懂权谋，这天下的规矩是老夫定的，黑的能变成白的，白的也能变成黑的。就算你拿到了城防图，就算你找到兵部主事，老夫说那是假的，那就是假的。二弟，你勾结逆贼，罪无可恕。父皇已经下旨剥夺你的皇子身份，现在放下武器，本宫还能留你一条狗命。出城前，你少拿父皇来压我。父皇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，你心里清楚。二皇子失心疯了，满口胡言！放箭，把这些逆贼就地诛杀！
这是什么暗器？快拦住他们！许文清，你真以为你能一手遮天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谁？丞相大人，饶命啊！是您让我伪造城防图陷害袁大人的，那些通敌的书信都是您亲笔写的呀！给我杀了他！谁杀了这个逆贼，赏金万两！皇上有旨，丞相许文清与太子楚承乾涉嫌谋害龙体，立刻拿下。你敢抓我？我是当朝丞相，皇上已经病入膏肓，怎么可能下旨？丞相大人，皇上前几日就怀疑你们了，所以才留下圣旨，将你们拿下。我在京城的暗线，昨天就告诉我，皇帝已经知道了真相。开城门，迎二皇子和袁大人进城。全军突击，拿下徐党，格杀勿论！景儿，我错了，都是许文清逼我的，我是被逼的呀！我们以前还有婚约，你饶我一命吧！叛臣贼子不敢高攀，你今天死定了！萧景渊，你当初对我家落井下石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婚约？你带着假圣旨想杀我全家的时候，怎么不想到婚约？景儿，我当初退婚也是为了自保啊！只要你放过我，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。我的商行里连拉磨的驴都比你有骨气，你连当畜生都不配。你不配提我的名字。你别得意太早，老夫门生遍布朝野，就算老夫死了，你们袁家也休想安生。看看这是什么？你手下那些官员收受贿赂的铁证，我袁氏商行早就把他们的底细查了个底朝天。你以为你能操控朝堂，在我眼里，你不过是个自作聪明的蠢货。明天一早，你9族之内全都会在菜市口跟你团聚。我输了，我竟然输给了一个女人！带下去，打入天牢，明日午时凌迟处死。父皇身体撑不了多久，姑很快就会登基。皇后之位，你可想要？我要的是这天下的钱袋子，不是后宫的铁笼子。殿下做你的明君，我做我的土皇帝。好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天下商贸皆归袁家，姑保你袁王世代代荣华富贵。袁锦，徐府的抄家，朕交给你去办。许文清贪墨的银两，全归你袁氏商行。谢皇上恩典。谁敢反抗，就地格杀！袁姐，你
这个毒妇，敢动我们许家，我家老爷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你家老爷现在已经在天牢里等死了。你们当初伪造证据抄我袁家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会有被我抄家的一天。给我仔细搜，一处角落都不许放过！这就是满口仁义道德的当朝丞相，他贪墨的这些钱，够我袁氏商行造100艘大海船了。全部查封，搬走！是。袁姑娘，许文清在牢里撞墙自尽未遂，他大喊着有惊天秘密，非要见您一面才肯说。哼，死到临头还想憋什么烂屁？袁锦，你终于来了！袁锦，我们做个交易。我知道京城里还有太子的残党，我也知道国库里亏空了多少银子。只要你保我一命，我全告诉你。许文清，你是不是真糊涂了？太子的残党，我早就让黑甲军清理干净了。至于国库的亏空，我袁氏商行1天的流水就抵得上国库半年的税收。你拿什么跟我谈条件？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谈？不可能！你不过是个在荒岛上流放的罪臣之女，你肯定有谋反之心！你们这些朝堂上的废物只懂算计人心，而我懂得如何算计天下。你陷害我袁家流放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今天这个下场。好好享受你最后的时光吧。明天午时，我在菜市口看你被凌迟。袁锦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你活着我都轻易捏死你，死了还能翻出什么浪花？我连鬼都不怕。老皇帝昨夜已经下诏退位，楚承彦现在是名正言顺的新皇。皇上，你饶了我吧！都是许文清指使我下毒的，求你念在我们100相识的份上，留我一条命！你毒害生父，意图谋篡，罪无可恕，拖下去，立刻赐毒酒！3年前，许文清伪造城防图，陷害我袁家通敌叛国。今天真相大白，这天下绝不是奸臣一手遮天的天下。行刑！父亲，咱们袁家的仇终于报了！苍天有眼啊！这3天，
许家九族全部伏法，菜市口的血腥味好几天都没有散去。那些曾经依附许文清的贪官污吏，全都被黑甲禁军抄了家。这天下的公道，我亲手拿回来了。我父亲官复原职，直接被封为镇国公。我的大哥被封为骠骑大将军，统领京城12卫。袁家一跃成为京城第1世家。晴儿，这是朕答应你的东西，天下商贸、盐铁专营，全归袁氏商行。这张圣旨上盖了玉玺，内容你随便填。谢皇上。你真的一点都不想进宫？只要你点头，朕马上封你为后。朕保证，后宫绝不会有其他人。我受不了宫里那些破规矩，我也看不上后宫那四方天地。我的战场在外面。皇上，我的战场在外面。我要让袁氏商行的商船开遍每一条河流，我要让天下的钱财全都归我调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只要有朕在一天，袁家就是这天下最安稳的世家。帝王有帝王的路，我也有我的阳关道。景儿，商场上的明枪暗箭也不少，你真的要一个人扛起这么大的担子吗？大哥，我不怕麻烦，我只怕手里没有掌控别人命运的底牌。在荒岛那3年，我彻底想明白了，官场上的权力随时会被人剥夺，就像当年许文清一句话就能让我们家破人亡，但实实在在的财富能让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我要把天下经济命脉牢牢抓在手里。好，以后大哥手里的兵随时护着你的商队，谁敢动咱们袁家的生意，我第一个砍了他。恭喜大东家！脑海里闪过荒岛上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日子。你我婚约，从今日起作废。黑的能变成白的，白的也能变成黑的。现在这些人都成了地下的死尸，而我站在这权力和财富的最顶端。这杯酒敬我袁家曾经受过的苦。这第2杯，敬我袁氏商行未来的大好前程。传我的命令，从今天起全面接手江南丝绸和北方马匹。我要在1年之内垄断大周的所有商路。谨遵大东家号令。大东家，江南那边来人了。小的赵德茂给大东家请安。这是江南织造局今年的贡品样段，小的费了好大功夫才弄出来一匹，特意送来给大东家过目。江南织造局是内务府的地盘，你一个商人能从他们手里弄出贡品？大东家有所不知，小的跟织造局的总管是拜把子兄弟，这点面子还是有的。带御用标记的东西敢直接往外卖，当内务府的老太监脖子上长了几个脑袋？这狗东西拿宫里的赃物来试老娘的水，这匹锦缎是宫里流出来的吧？大东家明鉴，这确实是宫里头的物件，但来路绝对干净，是内务府的人偷偷拿出来换银子的，小的花了大价钱。内务府的人偷卖御用之物，这叫来路干净？大东家饶命，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小的只是想着这锦缎稀缺，卖到京城能赚大钱，这才赚钱。
你知不知道，内务府的东西一旦流到市面上，就是杀头的死罪。你死了不要紧，别连累我袁氏商行。大东家，小的真不知道会这么严重啊！那内务府的人跟小子说，这种事儿他们常干，不会有事儿的。他常干，是因为没被人抓住过。从今天起，你赵德茂跟我袁氏商行再无瓜葛，带着你的锦缎滚出去！大东家，赵德茂虽然做事不靠谱，但他手上的商路确实广，就这么断了，太可惜了。可惜？四叔，你记住，我袁氏商行要赚的是干干净净的钱，那些沾着血的、带着刀的买卖，再大的利润也不碰。这天下的钱永远挣不完，但命只有一条。江南的丝绸，北方的马匹，南海的海产，西南的茶叶，这些才是正经生意，堂堂正正，谁也挑不出毛病。至于那些歪门邪道，我没兴趣，也不需要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。袁氏商行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分号开遍了大江南北。大东家，出大事了！说，西北那边传来消息，边境的粮仓被人烧了，整整3个大仓，存的粮食全没了。谁干的？还不知道，边关的守将说是意外失火，但我安插在军中的眼线说，火是从粮仓里面烧起来的，肯定是有人故意放的。扯淡的意外失火，西北3仓烧了，老娘的马匹商路直接断供，断粮断路，这是冲着老娘的命脉来的。想搞我？消息封锁了没有？边关守将压着呢，但这种事压不了多久，最多半个月，朝廷就会知道。四叔，你立刻派人去西北给我查清楚粮仓到底是怎么烧的。另外，把我们在江南的粮船全部调往西北，先稳住边军的口粮，不能让朝廷知道这件事。是。袁氏商行刚把北方的马匹生意吞下肚子，西北的粮仓就冒火了。这世上哪有这么巧的屁事？有人藏在暗处，想直接掐断老娘的脖子。袁姑娘，皇上口谕，请您即刻进宫。你来了，西北的事你知道了吧？粮仓被烧，边军断粮，3天之内如果没有粮食运过去，5万大军就得饿肚子。朕已经让户部调粮了，但户部尚书说国库空虚，拿不出那么多粮食。现在朝堂上吵成一团，有人说是天灾，有人说是人祸，还有人说是你袁氏商行为了抬高粮价故意烧的粮仓。我烧自己的粮仓就为了抬高粮价？皇上，这种话你也信？朕当然不信，但朝堂上那些人信。他们联名上书，要求彻查袁氏商行，还说你自己看，袁氏商行富可敌国，掌控天下经济命脉，若不加以遏制，恐成国中之国。袁瑾以一介女流之身把持朝廷盐铁专卖，实乃千古未闻之奇事。臣等恳请陛下收回袁氏商行盐铁经营权，彻查西北粮仓失火一案。皇上，你想怎么办？朕不想动你，但朕也不能不顾朝堂上的声音。袁瑾，你能不能先交出盐铁经营权？等这件事平息了，朕再还给你。皇上，盐铁经营权是我用许文清的人头换来的，你让我交出去，可以。等事情查清楚了，那些人不会趁机把我袁氏商行拆吃入腹。朕保证。你的保证？皇上，你的保证连你自己都不信吧？朝堂上那帮废物怕我砸了他们的饭碗，想联手把我按死。
行啊，老娘从荒岛死人堆里爬出来，从来就不是被按着脑袋过日子的猪。既然想玩，老娘就陪你们玩把大的。不过能有胆子烧边军粮仓的人，整个大周一只手数得过来。几个文官，借他们10个胆子也不敢。锦儿，西北的消息传回来了。太子旧部，太子坟头草都2尺高了，能调动这些人的，除了龙以上那位，还能有谁？贼喊捉贼，卸磨杀驴，好手段啊！大哥，这封信是谁送来的？是我们的眼线，他在西北军中潜伏了半年，绝对可靠。这件事不许对任何人说。锦儿，你怀疑皇上？姑答应你，成交。只要有朕在一天，袁家就是这天下最安稳的世家。为了抢老娘的盐铁权，连自己边军的粮仓都敢烧。想通了。皇上，西北粮仓的事查清楚了吗？还在查？不用查了。我知道是谁烧的。这是诬陷。是不是诬陷？皇上心里清楚。我只想问一句，为什么？因为朕是皇帝。朕可以容忍你富可敌国，可以容忍你掌控商路，甚至可以容忍你在朕面前放肆，但朕不能容忍天下人只知道袁氏商行，而不知道朝廷。朕不能容忍边关的将士只认袁家的粮草，而不认朕的圣旨。袁姐，你太强了，强到让朕害怕。所以你烧了自己的粮仓，让边军断粮，然后把脏水泼到我头上。你知不知道，那5万边军差点饿死？这已经让人运粮过去了。是你运的，还是户部运的？是我袁氏商行的粮船从江南调过去，是我袁姐替你养着那5万边军，而你却在背后捅我一刀。皇上，盐铁经营权你拿回去吧，袁氏商行的干股你也拿回去吧。从今天起，我跟朝廷再无瓜葛。袁姐，但有一句话我要说在前面，这天下不是只有朝堂才能定规矩。我袁锦能从荒岛上爬起来1次，就能爬起来第2次。你若容得下我，我替你守着这天下的钱袋子；你若容不下我，我就自己开一片天。锦儿，怎么样了？走吧。京城这边交给父亲打理，我要回荒岛重新开始。锦儿，船队准备好了，这次要去哪里？去西域。西域，那边全是沙漠，有什么生意可赚？沙漠里没有生意，但沙漠那边的国家有。从这里出发，绕过南海，穿过马里六甲，一路向西，那边的香料、宝石、药材运到中原，价格能翻100倍。中原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运到那边也能卖上天价。这条路从来没有人走过，所以才要我们去走。大哥，朝廷容不下我，我就去海上。这片海比朝堂大1万倍，那些坐在金轮殿里的人一辈子也走不出那座城，而我的路才刚刚开始。好，大哥陪你。
把这个挂上。大东家万岁！萧景渊死了，许文清死了，楚承彦坐在那座孤城里守着那把龙椅，日夜不安。而我站在这里，拥有整片海洋。谁的命更好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一件事：从今往后，我袁锦的命只握在自己手里。传我的命令，起锚，开船，去昔日。那里有新的土地，新的商路，新的敌人，新的朋友。那里有我袁锦的下一个战场。海天一色，万里无云。这片海永远不缺风浪，但更不缺的是征服风浪的人。